如果换个人在魏无羡面前说这番话，他都会觉得是对方生了气，故意说这话暗示再也不会管他。但蓝忘机不同，这人说得出也做得到，这句话从他嘴里说出来，倒像是个承诺，一个魏无羡可以随心所欲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的承诺。平时的魏无羡听到这话定是要得意忘形一番，一边说这可是蓝二公子说的不能反悔，一边到各处去上蹿下跳胡作非为。可是今晚魏无羡刚刚才惹了蓝忘机生气，突然被如此郑重其事的承诺，一时间有些反应不过来，愣了一下，等到反应过来的时候已经微微红了脸，不由轻咳一声道：阿蓝战你没生气就好，天子笑就送你了，那我先休息了，你也早点回房啊，不对，是我也回房了，你早点休息。说完没等蓝忘机回答就落荒而逃。看着魏无羡的背影彻底消失之后，蓝忘机才关上房门，拿起那坛天子笑就想放在暗格里，后知后觉地想起现在的境事还没有放天子笑的暗格，只好作罢。于是找了一个没放东西的箱子，把天子笑装了起来，箱子底下还有一条补得歪歪扭扭的红发带，颜色鲜红，未曾落过灰。敲门声只整齐地响了3声就停了，虚弱男子怒气冲冲地开了门，却和门外人清冷的眼神对视了。面前的人一身白衣如谪仙下凡，月光洒在他身上，竟冲淡了那人身上的清冷气息，倒显得温柔起来，真是连头发丝都透着温柔。第二日魏无羡照常起床，蓝启仁在除水岁之前就去赴清谈会了，一直也没见回来，这倒是给魏无羡行了方便。老古板不再不用上课，魏无羡无事可做，整天上蹿下跳祸害四方，累了就调戏蓝忘机，困了就躺在云深不知处的草地上眯一会。但睡醒了，通常身上都会被盖上一件衣服，不用猜也知道是谁的。说来也是奇怪，蓝忘机当真就对他越来越好，如果那人是个姑娘，魏无羡几乎要爱上她了。又好看又贤惠又体贴，主要是对他好，而且只对他好。起初魏无羡以为他对所有人都会是一视同仁的好，以前是一视同仁的冷漠，但后来却发现蓝忘机只对他一个人好，而且是特别好。别人喝酒打鸟犯家规，第二天都会被这位蓝家长罚的蓝二公子请去戒律堂受罚，有时挨板子，有时抄家规。唯独魏无羡不同，不论魏无羡做什么，蓝忘机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久而久之连江澄都开始奇怪两人关系什么时候这么好，而他则一脸高深莫测地说不可说不可说。江澄气急败坏，我还不想知道呢。后来所有人发现跟着魏无羡一起就不会受罚时，都开始有意无意地凑到他身边，但每次和魏无羡在一起玩，总会受到蓝忘机冰冷的眼神凝视，这种眼神真的比犯家规受罚还要恐怖。而那人却每天生活在这种眼神下，依旧面色如常，该做什么做什么。众人惊叹，真不愧是魏兄。藏书阁内，蓝忘机照常坐在窗边看古书，远远的未见其人，先闻其声，忘机兄，先别看书了，来看看我给你带了什么好东西。于是蓝忘机转头，正好看见魏无羡从窗外翻进来，正对着他扬起笑脸。蓝忘机面色不改，道：何物？魏无羡变戏法似的从怀里掏出2只兔子，短腿还在上下乱蹬。你们云深不知处真奇怪，山鸡没有，倒是有不少野兔。我抓了2只，想着带给你玩玩，省得以后我离开云深不知处你忘了我。闻言蓝忘机微微低下头，低声道：多谢。其实留在云深不知处也挺好，风景美，人也美，犯了家规还有蓝二公子罩着，就是这里饭菜不太好吃。那人倒是没有注意蓝忘机的脸色，自顾自地说起来：你想留下来？蓝忘机突然抬起头，眸光闪烁着问道：啊，我就是觉得留在这其实也不错，但我毕竟不是蓝家的人啊，也不能一直待在这呀。这回魏无羡才反应过来，自己竟是将心中所想一并说了出来，连忙一阵辩解。蓝忘机不再说话，接过了兔子抱在怀里，虽然依旧板着脸，但神情却柔和了不少。蓝湛真好看啊，就算抱着兔子也毫不违和。魏无羡手托腮，默默地想到。身后的窗外忽然响起一道极力被压低的声音：魏兄，快出来啊！那蓝湛我先走了，你看书吧。
魏无羡猛地想起聂怀桑等人还在窗外，连忙道了声别，又风风火火地从窗子跳了出去。蓝忘机望着那人的背影，思索许久。江澄今天把金自轩给打了，听说是因为金自轩不满和江家的联姻，看不上江家小姐江燕离，还出言不逊。江澄气不过就把金自轩打了一顿。两人因为这个今天罚跪了一天，据说江家家主江丰眠过2天会来接江澄，顺便把魏无羡也带回去。魏无羡左拐右拐，终于在一个屋子前找到了罚跪的江澄，见只有他一个人在这里跪着，不解道：“江澄，怎么就你？那个花孔雀呢？”花孔雀就是金自轩。据魏无羡所说，那个金自轩天天高傲的跟个花孔雀似的，孔雀开屏自作多情。他呀，在那边那个屋子前面罚跪呢，你应该去看看他，一边脸肿的跟什么似的。江澄得意道：“